大家好，我是大连海王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家常的海鲜炝锅面。现在开始，这个鸡啊用开水煮一下，再换水，调了鸡汤。鸡汤在熬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熬这个葱油的大葱切好，切上条，菠菜、柳叶、海螺啊，从这个口这个地方一刀下去，这脑子要给去掉，拍一下，片成薄片。这鲍鱼也是一样，这蘸的太滑了，我的妈呀！我怕嘎手，我的妈呀！熬了2小时的鸡汤，看看鸡汤熬到什么程度，奶白色的，顶上还有微微的鸡油，哎，这个味道就出来了。倒在深碗里备用，加用切好的葱碎，熬到最佳层次褐色，这样就基本可以了。葱油备用。现在开始做炝锅面了，1两的葱油，1两的五花豉油，煸炒。同时加点葱花，炒到什么程度呢？皱肉变白，肥肉炒出反油的时候，放少许的酱油，酱油全包裹在肉丝上。这时候加入鸡汤，手擀面下进去。下的面呢，筷子翻搅一下，防止粘连。制作面的过程有面粉，所以说加的汤啊，它容易浑浊，这就叫浑汤面。如果你在煮制之前先用开水煮一下，下这个面就比较清淡，相对不够家常。这时候就开始调味了，加3克盐，3克味精啊，2克鸡粉，1克白糖，2克鸡汁。别我做好走了，那就3个美女来骂我，这还大厨的，做面条都不熟，我在这煮熟的。哎，面煮了7、8分钟，已经很烂糊了。鲍鱼用这原汤烫一下，像小勺一样，这时候就是熟了。这是螺片、蚬子肉、油菜心，烫一下。这时候放有什么提前炸好的葱碎，哎，这道海鲜炝锅面就制作完毕了，请观众品尝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你们看我现在在哪儿呢？我今天这身打扮，影视模组变成了中餐模组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道传统的家常菜——油焖大虾。你们有没有很期待呀？是一个甜香甜香的，我觉得是小孩菜，但是其实什么年龄段人都爱吃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虾做一下处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这个，这跟武器匕首一样，这个得给它剪了，不然到时候扎嘴。然后呢，顺便把这前端也得给它剪了。手呢，虽然是它的特色，但是咱们不要它，咱们把它这个划水的这些小玩意儿也都剪了。这样啊，我们现在把这火打开。哎，好。我比赛的时候呢，老师说我话太多，现在轮到我话多的时候了。这个呢，姜呢，我建议你们呀，切大片儿，或者是直接给它砸开。哎，可以，好用，好用实锤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海天的有机香醋啊，想买榔头的可以考虑这个。好，我们这个虾呢，稍微的放一点点盐。我们把这虾别焯到完全熟，大概焯一下，然后最后让它完全熟的过程是在这个酱汁子里面这个完成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焯到这种程度就好了。
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啊，熬这个酱汁儿。起锅烧油，这道菜需要很大量的油。趁这油温不是太烫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这个姜放进去。要的是它不糊，但是呢它香，它这个味道进到这个油里了。再给它低点温度，60度可以，让它在里边待着。番茄酱这个需要很大量。OK， 大力出奇迹啊！好嘞，加点热水，给它稀释一下。海天蚝油，这个糖咱们要放很大量的糖。你看我这个放的量啊，就是你也别觉得害怕，这道菜呢就是一个很甜的菜。我们给它和均匀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个大火啊，转大火来。见证这历史奇迹的一刻到，听着这声音，哦，来，我先把这铺一下，要不然一会儿就溅的全都是这个油点。来，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嘟嘟嘟嘟嘟嘟嘟冒泡了，这个嘟嘟嘟嘟嘟就是一个武器，它会袭击你。尤其是用这个电磁炉，它就是更明显的会这种趵突泉一样。你看趵突泉似的，趵突泉了，快看趵突泉了，是不是有先见之明？老师给个特写，看看溅了多少汁儿了已经。然后喜欢吃稍微酸一点口的朋友们啊，你们可以，我建议你们呢可以来一点点白米醋。这个时候我们能干一件事儿，干一什么事儿呢？因为你看啊，这个浓稠度，在一个这样的稀度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里边这个姜先捞出来。我们把这姜给它滤一下，把这精华都给它压出来，当这道菜的一个摆盘儿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再把这汁儿倒回来，接着收。我们看一下这稠度啊，看一下这稠度。哎，这里边不是还有点这虾的水吗？先把这水倒进去，可以让这个汁儿呢提点鲜味儿。得一直这么搅和着，要不然它就会糊在锅上，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糖。糖呢，你这样不这么和搅，它就一会儿就焦糖化了。这菜好吃，但是是一累活，是一个特别累的活，就是上那一直和着。我每次回纽约的时候，好朋友都一定要让我给大家给他们做这吃，太下饭了，让太下饭了这事。我说实在，我没在纽约见着哪个餐厅做这道菜的，可能有啊，我没碰着而已。再看看啊，可以。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虾放进去，这会儿就别再加这里边这个汤这个水了，再加你就它就等于说它就煮过了。最后加这个黄油，让它这个颜色变漂亮。把它和搅开，哇，好漂亮！来，我们最后再尝一下这个汁儿。So good, so good， 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我忍不住了，关火。好，开始摆盘啊。我们这大虾就算摆好了，然后最后呢倒酱汁儿，一般我就加2勺半差不多就行了。最后我们放上这个大米花啊。行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油焖大虾就给您做好了，来，请大家品尝。Hello， 我是早餐爸爸。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是马齿苋拌鲍鱼，因为这个季节的那个马齿苋啊，就是非常好吃，酸酸的这种野菜的那种酸味，它有清热，有一点那个解毒功能嘛。然后这个季节的鲍鱼也是特别的肥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把鲍鱼切片，然后烫熟，然后马齿苋也那个用开水烫熟，然后非常简单的调味，就加一点点盐，轻微一点糖，还有一点点
香油就可以了，让这个它的天然的酸来提鲍鱼的鲜。好，我们要先把鲍鱼给它切成片啊，要切厚要切薄的话都可以，但是就是统一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同时熟，火候才会好把握。现在我们把鲍鱼也切好了，马齿苋也摘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要烫。在烫鲍鱼和马齿苋之前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动作，一定要先准备好冰水啊。冰水，因为鲍鱼烫完之后要迅速放到冷却。我们先烫鲍鱼，水烧开了之后，把鲍鱼放下去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啊。好，让开水的温度把它浸熟就可以了，不然你鲍鱼会太老。烫个10秒左右，鲍鱼已经熟了，我们给它捞起来，直接放到冰水里面去。好，鲍鱼冷却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过滤掉水。水烧开了之后，我们再烫马齿苋，迅速烫一下就好了。把它放到冰水里，保持它的绿色。马齿苋水分比较多，我们给它稍微挤干一点点。哇，这种天然的野菜酸味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我们把马齿苋放进来，鲍鱼也放进来，我们来开始调味，放一点点生抽，轻微的一点点胡椒粉、橄榄油、麻油。蔬菜凉拌啊，需要有一点油脂啊。OK，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来。好吃。好了，装盘了。OK， 漂亮。简简单单的一个凉拌菜，做起来非常的容易。所以说这个夏天啊，不管你是30度还是40度，吃完这道菜啊，心情都是24度。回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阿妹陈明媚，我来自广州米其林1星的福建菜余闽菜公馆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家常菜呢，是酱油焗盐仔蟹。今天的蟹有点特别啊，我会用到一个鲜活的盐仔蟹，它非常的生猛。那应该怎么去处理呢？我们可以准备一点的冰，直接就铺在我们的这个容器里面啊，然后我们准备一点点水。就刚刚好呢，去覆盖到我们的螃蟹就可以了。这个状态呢，它就会介入一个有点像麻醉的效果啊。就我们给这一只螃蟹给冰晕了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先冰10分钟，等它一会儿有点冰晕了，我们再来处理。好，那我们冰晕的盐仔蟹，它是可以任由我们摆布的一个状态了。这个鳃是它的过滤系统啊，所以会比较脏的，我们直接就把它剪掉就可以了，直接砍半，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膏质呢是有点像流沙状的，它前面的头部呢是有一个胃囊的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，稍微吸干一点它的表面的水分啊，轻轻的沾一点盐焗鸡粉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切一点姜片啊。然后我们可能要切多一点点，一定要想说的，我就觉得是，我觉得这一次是我人生中，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。我觉得人生很重要，就是体验这个字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人生为什么总是那么平淡，我觉得不妨你去体验做不一样的人生体验，可能会给你有不一样的这个收获。对，就像我突然间就来参加这个比赛。我们两边开工啊，一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直接拿来煎这个酱油的部分啊，然后先煎那个蟹的一个面，我们先煎个1分钟就可以了。为的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膏呢给凝固掉，这样子我们会一会儿焗的时候那个膏就不会流出来。然后熬的这个姜的部分呢，可能我们要花的时间要长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煎制过一面的这个蟹呢，可以拿出来。好，你看到那个姜呢，已经被你煎的有一点点，那个姜片已经开始有一点变硬了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螃蟹呢放进去。我们
尽量把它摆成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，中大火一点，然后举起来，然后把这个花雕酒给打开啊，增加一点点的水分，计个时啊，3分钟。第二季参赛感受怎么样？第二季参赛感受啊，最大收获就认识张文文，爱我吗？非常爱，吃个螃蟹来，好尬，你这样子，爱就要勇敢说出口。唉，糟糕，怎么办？我又是这么内敛的人，我就2个，淋点油进去。对，这个菜我们就做完了。这道菜就是非常简单的一道家常菜啊，就是我们福建厦门也经常在家里面做的一个煎蟹。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一个酱油焗的盐仔蟹，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一碗青州，我是长安门出草，我叫商业小贝鲁，午夜实验家，我就是老母鸡包啊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。虫子越喜欢吃的菌子越好，就像我们云南人一样的，把松茸推给世界，把干巴菌和寄生留给自己了。好像小吃很多，果品只是其中一类，那你让我做就说不会做。就是让它在水里面一直泡着，多换几遍水，也可以把表面那个盐分给它带走。鸡包有什么秘方吗？有一点点吧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，苍蝇头。